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时事评论员张宝珍。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大家平安。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这几天奥运正在比赛当中，好，结果呢，你在网络上看看，对岸是直接刷起来了，为什么？一阵火热啊！因为呢，他们发现哇。100米自由泳竟然拿下了金牌，好，这一位好手呢叫做潘展乐，大家就开始在问，他凭什么打破世界纪录夺得冠军呢？好，原因是因为呢，在这一次的巴黎奥运赛当中，其实呢，他一直以来都是先前包括在世锦赛就已经有先拿下了一个好纪录，打破世界纪录。这一次他是打破他自己100米46秒40。好，他讲了，他说游到一半的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那就觉得说别人今天怎么那么慢啊？回头才发现，哇，自己也吓着一跳。为什么会赢？他强调叫做憋着一口气啊，这口气在哪里？后来呢，他其实在场内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叫做打招呼被无视，教练被故意泼水。他强调昨天其实他们在比那个接力赛的时候，游完的时候，他有跟澳洲的选手啊、美国队的选手跟他们打招呼，他说他根本都不理他，然后呢，在训练的时候，他说自己的教练站在岸边，结果呢，其他国的选手的那个翻滚是直接往教练身上溅水花，他的感觉，潘展乐的感觉，好像有点看不起我们的样子。然后问一问，讲，他说这能说吗？就直接问那个记者说，这个东西我适合拿到台面上来讲吗？好，所以呢，讲了这一段话之后，虽然很多人讲说奥运无关乎政治，但是这一段话其实就让大家感受到了，这一次在泳池界确实啦，不管是中国这边啊，又或者是美国或是西方这一边，感觉就是满满政治味。因为呢，在进入赛场之前，这一位美国的女飞鱼选手啊，叫做雷德基，她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有特别提到了，说呢，在当年东京奥运赛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有所谓的中国的泳队，中方的讲法是说他们误食了一些食物，结果呢，里面掺有兴奋剂等等的关系吗？好了，那现在呢，他说现在他到了巴黎之后，发现那些曾使用禁药的运动员，好像也有人会来比赛。他说对他来讲呢，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hard going into Paris。所以他就说，这对他来讲，其实他也不容易嘛。可是呢，在媒体上面报道，有的人呢就直接给他翻译叫做真的很失望。那这个翻译上面是不是真的有到那样的强度？好，这个呢，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或不同的解读。只是过往也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曾经在奥运场上出现，当时呢，这一位是中国选手孙杨，2019的世锦赛呢，他当时400公尺男子组4连霸，结果站在他旁边的那个澳洲泳将，你看为什么那个高度落差这么大？因为他拒绝上颁奖台。在世界的泳池赛里面，很多人呢对于中方到底这一些选手有没有使用禁药，或是药检是不是呈现阳性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呢很有意见。可是过往大家也要问，是不是大家都同样的标准？因为也曾经有自由称名将阿姆斯壮在谈禁药的时候，他强调自己从来没被抓。这次呢，其实在泳池界里头，这一位本来也认为说呢，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拿下100米的蝶泳金牌？他的名字呢叫做陈雨菲。好，他现在呢哭这么一件事情登上了微博热搜，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强调了，在这一次去到奥运会场前后他被药检的次数，甚至呢有这个清晨被叫起来等等等，他就觉得他们确实有受到一些影响，心理上面、素质上面的一些压力呢，也对他造成了一些的压力。好，可是呢，他之后还有一些比赛，他要继续在进行。大家会问，为什么在运动赛场上面也会有这么浓厚的政治味儿啊？是不是因为过往在这一些的比赛项目当中，其实好像都是白人的天下，比较少看到所谓黄皮肤的人能够拿下金牌，甚至拿下奖牌。至于在跳水的项目的部分呢，这一位真的是好手全红婵，当年呢第一次拿奖的时候才10几岁出头而已，现在再一次的展现水花消失术，在双人10米的跳台上面拿下了金牌。好。过往14岁的时候，每一次讲到全红婵，就要来播一下他当年那个接受访问的可爱画面。先来看看当年的他。性格是怎么样一个人？
谢哥。性格。性格。不是谢哥，是性格。性格谁呀？你的性格。啥？个性。你的个性。平常是什么风格？平常有什么风格？个性。我吗？当年14岁的全红婵，这一次呢，虽然已经呢更加成熟了一些，也是一位非常成熟的选手了，但是呢，那个时候那个很天真无邪的样子，引发非常多人的讨论。中方呢，确实他们在培养大陆这边培养选手的部分，他们是很全力的灌注，而在一个项目上面，当然呢，很多人对于这一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可是他们也培养出了非常多的好手，甚至这些好手呢，现在也到了其他国家来帮忙打球。好，比如说这一次的80奥运，有人说阿嬷打乒乓球，甚至呢还有说骂孙对战。好，这个呢是当这个卢森堡这边来出赛的倪夏莲，还有帮智利出赛的曾智英，这一些其实过往都是来自于中方的老将，现在呢再一次来比奥运赛。场边很多观众帮忙他们欢呼，甚至61岁的倪夏莲呢，那个时候虽然说呢，她挑战女单世界排名第1的孙颖莎，她觉得说呢，被讲骂孙对战就算了，她觉得能够跟那个世界第1的打，她觉得真的很过瘾。但是在出场的时候呢，她心中很激动，那当然因为落败了嘛，她还是流下了几滴眼泪。但是呢，在整场过程当中，大家也看到了那个运动家精神。回过头，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这么一件事情了？原因是因为现在中美博弈真的扩大到奥运泳池了吗？好，今天的这个潘展乐讲了这么一番话，其实是蛮有政治味的。我潘展乐从今年5月到现在药检也做了21次，那基本上是这样啦，就是2020年东京奥运，那中国确实有一些游泳选手药检阳性嘛，是。那当时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啦，那后来认为可能是吃的东西有问题，那这个当然就是自己没有管理好没有人会故意去吃这种什么，反正就是能够增加你的肌力啊这种食物啦，因为你只要被药检出来，你的得奖就没了，而且你可能会被禁赛，是所以没有人会冒这种风险啦。那可是因为2020那个事件。这个欧美还有澳大利亚，因为主要的游泳对手就是美国、加拿大跟澳大利亚嘛，都报道了非常的大了。那当然美国这个选手就留了很深的印象嘛。是。可是不可能禁赛4年嘛，所以他就看到这个2024年，当年有药检的这个运动员又回来了可是这个是依规定啊，就是 ITA 再来做药检啊。那我觉得中国队这次都没有抗议啊，就是因为有2020年那次的教训啊，所以他就觉得虽然不公平，那我就认了。我觉得有这个味道啦，因为比如说张雨霏她被药检了43次，是，这已经相当不合理了啦。就到了巴黎之后被药检43次，这什么情况嘛？而且你去对比澳大利亚跟美国，他们那个游泳队员大概平均药检大概就是10到15次。而且通常就是他固定时间，你非配合不可。那有时候是早上5点多就把你叫起床。对。那反正就是他们都配合嘛，所以有的人会受到影响，有的人不会啦。比如说潘展乐他就没受影响啊，他也是接受药检啊。可是就是这些欧美人，其实欧洲比较少了，就是美国、澳大利亚这2个最明显了。他就对你有刻板印象。那就一直认为，就是说你就是靠药检在得牌那好，我这次就接受最严格的药检嘛。那你来看展现的实力嘛那张雨霏本来大家认为她200公尺蝶式是有机会夺金的，结果只拿到铜牌那个秦海洋的成绩就一落千丈那潘展乐这个真的非常困难，因为这个是100公尺自由式这跟田径100米一样。都是最硬的项目是，其实这个项目能够拿冠军那大概中国队就有那个潜能，可以在每个项目都拿冠军了啦。所以他才会觉得憋了一口气吧，因为他们就是这阵子被药检打压，然后该得牌的人表现失常，所以感到愤愤不平然后当然也包括中国奥会也没有提出抗议嘛。那事实上。那个国内也有很多人觉得
怎么这样搞啦？好像受到不公平待遇，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抒发了好几天的郁闷而且是得到最难的一个比赛的冠军。是自由式真的非常的困难。如果他是蝶式、蛙式得牌，我不会意外。可是自由式的那难度太高了。因为基本上欧美的白种人，他就是一直把游泳当作是他们的强项，以前还包括跳水。那现在跳水已经被中国追上了。那非洲裔的就是田径嘛。所以这2个项目，你如果在田径100米、田径400米，还有自由式的100米跟自由式的400米，你能够夺金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好，确实啦哈，这一次这个潘展乐的成绩，他就说，这个真的是帮他们自己中国游泳史上面刷下了一个蛮新的记录，而且呢是他们自己之前可能也还没有想象能够到那边，他自己个人可能也没想象他能到那边的记录。而张雨霏这一次呢，为什么雨霏别哭？原因是因为呢在100米这边他摘了铜嘛，那很多人就会认为说，跟药检有没有关系？但是他自己也有特别出来澄清他说药检应该是没有太大影响啦，只是5点被叫起来是有点烦躁了，但他觉得他确实就是还没有完全适应巴黎的包括时差气候等等等，所以会使不出全力。但是100米比完了，还有200米嘛，现在200米也进决赛了，所以呢，他也觉得自己持续在努力。请教大钟老师怎么来看奥运场边的这一些所谓政治话题？对，因为奥运的这个宗旨是团结、和平、友谊公平竞争。那一般理想上大家会说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但是其实不容易因为这牵涉到每个国家都有所谓的爱国主义，那还有时候会反映出一些这个社会的这个心理，是一种重要的投射。那当然在现在的状况之下，尤其美中高度的竞争，所以一举一动或是在这奖牌上的这个很微妙差距都会被大家放大镜来做处理。那我觉得我们来看因为从奥运的历史上就排序来看，上一次2021年，如果是看中国跟美国，就是第1名、第2名，它有2个指标，一个是金牌的数目，一个是总奖牌的数目。对，那金牌数目后来被美国反超就是39对38，美国仅小胜1面。总奖牌是113对88，但是已经是中国大陆表现非常非常好的一届奥运，在上一次的2021年的东京奥运。那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光看夏季奥运，美国带有7次，这一次之前7次，连续7次是总奖牌的第1名。但是他在2008年北京奥运里面，当年的北京是48面金牌，美国36面。那统计到目前为止如果只看夏季奥运，美国还是第1名。而且是遥遥领先对手26、29面总奖牌里面包括了1061面金牌，但是如果是包括冬季奥运一起算的话，因为前几天已经是突破3000，而且是遥遥领先第2名，第2名还到不了1500面。那其次是前苏联1010面奖牌，英国、法国、德国，那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是从1984年开始算起，到现在是636面奖牌。但以这一次这个在赛前有一些国际上的重要的一些体育的职业的一些预测机构有在预测，大体上来看，美国可能还是会有小幅的领先不管从总奖牌的数目或是从金牌的数目来看，但是因为还有好几天还没有到完全结束，所以最后鹿死谁手其实还是很难做判知，很难做判断。但应该是说我觉得在目前为止要把这个奥运完完全全跟体育政治体育完全分离很难，因为这一次比如说俄乌战争还没结束，我们也知道像俄罗斯跟白俄罗斯选手是用独立的自由的人士参加，但是它的规模已经比上一次小非常多，再不用说以哈冲突有部分的国家曾经想要去抵制以色列但没有成功所以很难完全做抽离。是，请教一下姜老师。好，提到说澳洲和美国队的选手啦，好像对中国队有一些小动作表示不满其实，在过去也有，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乌克兰和俄国的一些选手在一些场合比赛的时候呢，乌克兰选手常常就会说不握手就好像刚刚说的不站在一起。其实我看这个是有点过度的表达他的抗议，因为他们虽然代表一个国家，
但是进了赛场之后，毕竟是代表你自己作为一个个别的选手来参赛啊。其实对方不论是哪一个国家呢，不必要这么大动作的来表达好像你的不满，因为你不满的是他的国家、他的政治人物，但是对于他这个选手，你何必用这种态度来表达？那最后这边有提到说，有一些中国选手代表其他国家去出赛啊，好像是成为一个新闻。但是我对这个常常有一个有趣的看法，尤其是看那个田径比赛的竞赛啊，100公尺，你一看呢，整个跑道通常是8到9个跑道嘛，都是黑的啊，都是黑色啊，全部其实它是好几个国家，然后美国的转播的电视台的主播呢，都还会介绍啊，说你看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代表呢，他是从索马利亚来的，他是为了要投奔自由，要有更好的生活，他来的啊。那我就常常想，如果索马利亚或者是其他非洲国家的这些选手，全部跑到世界上好多国家去了，假设9个跑道的选手，通通都是索马利亚选手规划的。那这个比赛算什么？这是代表国家吗？还是索马利亚的国内的内战比赛啊？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在我的看法，应当国际奥委会应当对这个规划选手要做更严格的来定义才可以。现在我们看篮球比赛也是这样，日本队哎呦怎么搞得出来很多高大个子的黑人或者是白种人然后投球也得分很多韩国也有。那我们台湾呢，篮球队里面也有好几个规划的球员，我们的大专比赛呢也是有这样规划球员，这到底好不好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方法？国际奥委会当然有它的规定，都是合乎规定的，但是呢，我自己对这样的方式我是存质疑的态度的。是，其实呢，在国际间，现在大家还关注些什么样的话题？当然看到昨天这应该是头版头了，这个是哈马斯的首脑，现在说的在伊朗这边，他其实是去参加活动的，结果呢，作为宾客，竟然就在德黑兰这里遇刺身亡了。整体事件呢，现在可能会引发加萨走廊这里的战事升级，而且呢，他们哈马斯的声明是强调，这是在一次阴险的犹太复国主义袭击中上阵意思就是袭击他们首脑的是不是就是以色列？好了，不止哈尼亚，现在呢，伊朗的顾问真主党的顾问说，也通通都遇害了。这里面全部直指都跟以色列有关系。所以现在呢，在伊朗这边最高领袖哈米尼就直接讲了，要报仇，要直接攻击以色列。传出说啦，有可能他们会是对特拉维夫海法这边的军事目标来下手可能是飞弹，可能是无人机，不知道。但是呢，他们有特别提及会避免对民用的目标攻击。但是到底是不是以色列？那塔利亚胡这边没有松口，他只讲说呢，他们目前是对伊朗的生死存亡之战，他不会屈服结束战事的声音。好，可是呢，美联社这里的讲法是说，如果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来从事暗杀的话，他们不会承认过往都不会承认甚至呢，他们的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前局长有特别提到说呢，基本上杀害哈马斯的领导人是不会消除威胁的，反而可能会制造更严重的威胁。这样子的预言现在有没有可能成真？而且在这样子的一件事件背后，到底有谁涉入？因为很多人就开始对于为什么会在德黑兰这边被暗杀成功，美国都不知道吗？打一个问号。布林肯场景跳出来讲了，我们不但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参与，跟我们完全都没有关系。然后再讲加萨停火非常重要。可是德黑兰大使就指控啦，伊朗这边大使就指控啦，说如果美国没有授权的话，那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一些事情呢？这件事情就不可能会发生了。好啦，到底是怎么样发生这么一件事情的？有人说呢是 F-35干的，特别强调说呢，伊朗的防空非常的薄弱，所以呢可能是这种隐形战机来丢射飞弹的。因为现在说他的死法很可能是什么？是忍者飞弹，那不就美制的飞弹吗？那美国真的都不知道吗？完全没有
情报吗？也有人说，现在呢有可能它其实是枪击，好，各种说法都有。现在大家只担心这么一件事，就是会不会造成加萨走廊的战事升温？因为呢，到目前除了中东之外，对于美国来说，他们也要慎防在印太这一边的中俄朝动作。好，现在呢看到了2架的图95轰炸机直接在日本海的公海飞行，甚至还传出有多个舰队都要大规模的来演习，而且这个时间长度超过10个小时，让日本是直接拉警报了。中俄的军事联合行动会增加，南海这里呢，让菲律宾也非常的瑟瑟发抖，所以呢，找了这个菲律宾来开会的时候，就直接跟他们讲，给你5亿美元的军援。欧盟这里也说要来支持他们的海上的一些安全能力、防卫能力等等。坎贝尔他们的副国务卿讲得更直接了。你以为中俄真的会这么紧密的站在一起吗？他告诉你，他们其实中间还是有些摩擦的啦。一个是什么？是因为俄罗斯跟北韩增加了合作嘛。另一个是你以为普京现在什么都要听习近平的？他认为普京即便处于劣势，仍旧能够有效的操纵中国。好。与此同时，就出现了这么样一个新闻了，说是韩国这边的一个国情院的讯息，指出北韩的金正恩下令，驻中国的外交官可以不甩北京。内文当中呢，就直接提到说，告诉他们不要对中国察言观色，有可能就是因为金正恩呢，才刚刚跟这个俄罗斯这边签署了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例，所以呢，胆子就放大了吗？翅膀就变硬了吗？就开始宣布上述的消息了吗？这是大家在国际观察当中想要问的未来情势变化。首先请教一下亮哥，在中东这边的情势变化，因为呢，这一位其实呢，他一直以为哈尼亚都是比较温和派的，甚至他是在主导能够让双方和谈的，而且现在在伊朗这边遇刺身亡，这还谈得下去？战事会升级吗？如果真的是以色列干的，就表示纳坦雅胡是反对和谈啊，因为他事实上就是一直都待在卡达嘛，那从那边来接触西方啦，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代表，是，那当然也包括募款啊，那基本上如果他被杀，而且真的是摩萨德杀的啊，那就表示。他的任务就是要把哈马斯的所有的精英全部杀死，那哈尼亚当然是其中之一啊。对，事实上他大部分的那个黑名单上面的领导人我认为大概已经杀了大概快80%了，那重点是他怎么界定战争的胜利啦？因为以色列如果把它界定为是哈马斯的整体消灭，那这样就很麻烦了。如果你是界定为比如说10大领导人的消灭，那这不一样啊，那这个战争就有望结束啊。但也还没看到那份名单呢。有啦，那个名单很多人都知道了。对，那大家是没有想到会杀哈尼亚了，那结果这样的人也被杀了。那个这个事情爆发，那个伊朗的国安的那个防御的能力，让人家觉得是个笑话。你邀请贵宾到你的国家，结果在旅馆里面被炸死，是，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所以伊朗现在当然是极端没面子啊。可是这个情况就跟上次一样，就是他已经下令3天内要做报复，可是是怎样的报复？因为上次的报复你还记不记得？他就是象征性的就打到特拉维夫，就算打到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了，就是。以色列也说，他内阁会议通过要报复黎巴嫩真主党啊。对。可是你也没看到大规模的战争啊。目前就是有人死伤没有错，可是规模不大。是。所以如果是停留在这里，我就觉得还好啦，因为这个就是现状啊，现状本来就是这样啊。那如果有进一步的动作，那我觉得关键的人会是贺锦丽了，因为贺锦丽无论如何不希望。这个战争扩大，那因为接下来美国大学就要开学了，美国8月下旬就陆续开学，那学生如果再来搭帐篷，你怎么办？那你贺锦丽怎么选呢？除非伊朗还有伊朗的相关的什叶派民兵有意要帮川普竞选
那他们就会把这个战争弄大了。哦，所以我跟你讲啊，我认为会卷进美国的总统大选啊，因为这2个人差距实在太小了，所以就变成说，中东的，因为拜登，你看他最近又讲嘛，说他本来就希望用他的剩余任期，让中东的和平可以达到嘛，那结果他现在不选嘛，所以人家也不认为你有权利，就变得有点尴尬啊。可是站在民主党的角度是，无论如何不希望中东战争继续扩大，因为这样阿拉伯裔一定会非常反弹嘛。那刚好有一个关键州叫 Michigan 啊，阿拉伯裔的人口有 1.5%，那可能你就会导致这个州输掉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首先要先观察啦，就是报复的规模到底是怎样啊？那有没有意义要展开更大规模的战争？目前没看到啊，那可能也是导弹攻击、无人机攻击。那如果这样，就是设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啊。是。那可是如果是前者啊，就是规模弄大了，那美国怎么办啊？因为毕竟民主党还是执政啊。那我认为贺锦丽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我觉得学生，你知道接近选举哦，学生会立刻表态的。所以8月中之后，我觉得就会跟学潮又卷在一起。如果中东战争不能和缓的话啦，那现在没有办法做判断了，我只能跟你讲有这几种可能性啊。那川普大概就是希望战争大一点。请教一下大中老师怎么看？对，因为我觉得现在中东的局势以哈的冲突都搅在一起，看起来短期之内，我觉得并没有办法把它往下走，就是把它降温因为变数很多。那哈尼亚被击杀，一开始讯息是混乱的，因为一般按照常理猜测在这个伊朗的这住所或是旅馆，应该是被特工嘛或者情报人员，但现在传出来说是被飞弹击杀，对，这就有点匪夷所思。对，在伊朗自己的土地里面，你上次不一样上次是在4月1号，是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伊朗大使馆。对，毕竟是在伊朗土地之外，那这一次不同。但到底伊朗，你有没有真正要跟以色列全面开战呢？这也让大家费疑猜其实哈尼亚被击事件其实前面有铺陈，7月27先是真主党这个戈兰高地以色列的儿童12名死亡。那7月30号，以色列发动反攻，打的是当然是这个贝鲁特这个黎巴嫩。然后7月31号这个事件，那我觉得这事件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是伊朗新总统才刚上任没多久，他是2轮产生的，一般是视为是自由派、比较温和派、中庸派。是。那在他上任的泽斯基安上任没多久之后有这个事情，那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是要让伊朗离美国更远嘛？因为这个泽斯基安这位新总统，他他当然还是有强硬的地方，比如说批评美国支持以色列在以哈冲突，但他在竞选期间讲过说，他希望能够改善西方的关系，他希望能够跟美国对话。那这个事情弄了之后，我觉得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之窗可能又慢慢会把它关起来，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哈尼亚很特别，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加萨走廊外面的所谓的哈马斯领导者，他常年这几年是居住在卡达，那或是在埃及，或是在所谓的这个土耳其，他也应该有参与过前几个月以哈在这个第3地的谈判。那这样的人基本上大概不会被视为是以色列首先击杀的目标，但杀了他之后的后遗症也很大。现在还有一些很多的阴谋论，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不得而知。那第3个就是以哈后续的谈判过程的阻力跟变数会更大。我觉得现在球是踢回给伊朗，就像刚才亮哥所提到的，4月1号那一次以色列攻击叙利亚这个大马士革的伊朗大使馆。那所谓的伊朗的回击有点雷声大雨点小，他讲得很凶，但真正发动攻击是2个礼拜之后，300枚各式各样的飞弹、无人机，但是它是长程奔袭，基本上都没有伤以色列的一丝一毫。以色列在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的维护之下，都把它击落掉。但伊朗是很凶悍的。那以色列还没结束，他在4月19号再去攻击伊朗的核设施附近的一个飞弹阵地。
那事情告一段落。那现在是伊朗的这个宗教领袖说我要强力回击，但会不会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我觉得机会还是大的，因为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伊朗想要跟以色列全面开战。请教一下张老师怎么看？好，提到以色列现在的处境啊，我会认为它是内外交困啊。刚刚我们这边有提到莫萨德的前局长哈萨勒说，你杀了哈马斯领导人也不会解除这个威胁啊，这是真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不久前啊，以色列军队它有一个发言人组织啊，那发言人组织的那个头，他公开接受电视媒体和报纸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想要把哈马斯完全消灭，那就好像你要对人的眼睛呢丢沙子，就是让你眼睛跑进沙子，所以要揉眼睛就看不清局势了。为什么？他说哈马斯是理念，是政党，它融入人心，所以你不可能把它消灭。哇，那这个讲的呢，当然是好像有违他的国策，所以他的这个发言人是呢，稍后就发布了一个正式的书面声明，来说我们会坚决支持政府的决策来消灭哈马斯啊。那提到美国，很多人，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政客啊，都说美国大学的这个帐篷族啊，他们就是反犹太人，然后是被煽动的。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它里面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组织啊，它有很大的海报，它叫做美国的犹太人呼吁停止武装以色列。所以并不是美国的所有犹太裔呢都赞成以色列的啊，今天政府的作为。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我们并不反犹太人，我们也同情犹太人在历史上的苦难，尤其是在近代，他被这个希特勒屠杀了很多人。但是我们不赞成以色列政府今天尼坦雅胡政府的对加萨走廊的这样的作为，这个是我们反对的。所以不要把你反对以色列的政府、反对尼坦雅胡就扩大解读为说哦，我们是反犹太人，其实不是这样。是，其实呢，在整个国际间的局势，很多人都说等到11月之后再讲吧。为什么11月美国要选举啊？选完之后会是怎么样一个样貌？还真的说不准。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在拜登退了之后，换了个贺锦丽上来，民调呢有时冲得很高，有时好像两个又差不多。所以呢，其实让川普现在他在选举的过程上面，是不是步调也开始要调整了？过往呢，对贺锦丽当然是副手，没什么好说的。现在开始在讲他选前突然变黑人，好，这么一句话呢，会让大家觉得说这样讲合适吗？先来听听他原话。She was always of Indian heritage, and she was only promoting Indian heritage. I didn't know she was black until a number of years ago when she happened to turn black, and now she wants to be known as black. So I don't know, is she Indian or is she black? She has always but identified as a black woman. I She went to a respect historically either black one. college. I respect either one, but she obviously doesn't, because she was Indian all the way,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she made a turn, and she became a black. 好，先帮大家呢来澄清一下，再科普一下哈。这个 Harris 呢，他的妈妈来自于印度，他的爸爸呢是牙买加后裔，所以呢也算是非裔。过往其实呢，他在他求学的这个路子上面呢，很多时候你也是非常清楚的看到他比较非裔这样子的一个路子，成长的路。好，可是问题是这一次川普呢，他去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黑人记者协会的年会上面的时候，这一番谈话其实让很多人是很感冒的，因为觉得说。现在是又在论种族了吗？然后你把自己说成是解放黑奴的林肯，说自己呢对黑人对非裔非常非常的好，好这么样一些说法呢，甚至让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听不下去，直接就离场，甚至呢还辞去了共同主席的职位等等。基本上啊，对于川普来说，讲出这样的话，过往也有听过类似的言论，所以不是太意外。但是呢，就在想说，他现在是不是选举的步调有开始转变不一样了？好，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是范斯。范斯呢，现在也因为曾经批评这个民主党的领袖是无子女反社会的这么一件事情呢，让大家开始在说他们的立场是什么。对于贺锦丽来说，当然因为
他先前为什么会被选上当副总统？很多人说，就是因为他其实呢有印度方面的血统，能够呢找到亚裔这边的票。那现在呢强调自己是非裔这么一件事情，当然也因为过往的几年的时间，很多人认为非裔的选票是不是有在流失当中？对于他来讲，赢当然是最重要，选举谁想输嘛，对不对？贺锦丽现在呢要赢，有一步是什么？副手选谁？可能对他来讲很重要，因为呢之后他即将要去费城这一边来进行巡回。巡回首站选了个摇摆州，很有可能他的副手也会是来自摇摆州。宾州州长夏皮诺现在的呼声是很高的，因为以前呢，在他自己宾州这边州长选举的时候，他就曾经击败了共和党的州长人选，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大赢让他在民主党里面支持度提升。现在如果他愿意出现的话，哇，那他就会是史上第2位获得重要副总统提名的犹太裔候选人。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把先前犹太裔可能对民主党这边有一些迟疑的这些选票，把它给找回来、拉回来？那至于现在的民调比数到底怎么样？21家民调呢，平均值说川普是领先贺锦丽0.7%的，所以呢，现在他们认为非裔、西班牙裔都会成为关键。好，差距逐渐的在缩紧，也一直有在上下变化当中。因为这样，选情很多人开始在看了。你来看看美选的新闻呢，现在讨论度飙升56%，甚至提到了福斯新闻呢，已经快要变成了大赢家了。因为呢，他们的这个7月份的收视率已经创下2020年11月以来的新高。而针对于贺锦丽，川普可能下一步打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啦，过往贺锦丽在选副总统的时候，曾经有人就说解密他，因为呢他曾经疑似不是疑似，就是爷爷被证实啊，就真的当过小三嘛。然后呢，甚至呢他的这个当时的对象也有在证实这件事情，因为当时的对象也不是泛泛之辈啊，他是什么？是长期担任加州议长，后来呢还当上了旧金山市长的这一位布朗。那个时候呢，因为他说他跟他妻子分居，所以跟贺锦丽有过一段情。事后呢，其实也在贺锦丽的从政路上帮助过他许多。这么一件事情，现在在福斯新闻，甚至呢在比较偏右这样的一个媒体呢，他们是大打这一些内容，也质疑说贺锦丽到底呢，有人讲比较直接，叫做以身体换取仕途等等等。好，这一些当年有讲，可是没有成为硬伤。现在回过头来看，当他变成了总统候选人主角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影响？大家说下一步有可能会逐渐发酵。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好，因为呢，川普现在讲了这么一句话，说他之前不是一直说他是印度人吗？怎么忽然又变黑人了？让现场这些非裔记者其实不是很开心。川普当然故意选这个场合来讲啦，那当然也包括贺锦丽过去的自我介绍啦，因为他确实在很多场合都说他是 Indian American， 这个是真的啊。是，那反而是比较少听到他说他是 African American，那坦白讲，他也比较不像黑人啊，他的长相他长相比较像印度人啊。对，牙买加没有那么黑啦，所以事实上，而且坦白说了，他跟他跟奥巴马的那个父母亲，事实上都是精英啊。对，他爸爸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授，所以事实上都是学界的精英。对，他妈妈也好像也是医生嘛，这个生物学家哈。所以，川普就是故意的啦，那当然，因为这个场合不是共和党的场嘛，那当然会有一些这个非洲裔的不喜欢这样讲嘛，对不对？事实上，共和党这个包括川普，包括万斯的口不择言川普的口不择言，大家早就习惯了啦。2016就是这样在选的嘛，那他甚至连重罪都没事，对不对？那跟那个女生有封口费也没事，所以我认为这种负面新闻对他的伤害有限啊。其实最近伤害比较大的是万斯啊，因为万斯的口不择言已经到了共和党已经难以忍受的程度了，所以目前现在是民主党他还在累积能量嘛，一路到8月19号。那个 DNC 要召开那中间8月5号贺锦丽要公布副手，那基本上不管是 Arizona 的 Kelly，
那位太空人，或者是宾州的 Shapiro 这个检察官哈，基本上这2个人的形象都比万斯要好，也比他资深，那一般人都认为他们2个都是中间派，所以贺锦丽基本上是会得分的，就是说民主党他这个叫做我不是我选我更有意志性的人来做结盟嘛，对，所以你就比较容易得分啦。那你民调如果有1个或到2个百分点的增加，那真的会赢的，真的会赢的。所以现在也谣传出了，说川普当初在选副手，根本就觉得自己赢了嘛，因为他还以为他的对手是拜登啊，所以副手对他来讲，他根本不是要加分的，他是要选忠诚的啦。或者是在选接班人的啦，那这次共和党可能有人就会开始紧张了，说范斯要不要换掉？现在是不是要就选举论选举了啊？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有蛮多变数的啦。是，如果说民主党是换总统，然后共和党是换副总统，这个选举也太戏剧性了。可是我觉得万斯会这么口不择言、尖酸刻薄。我觉得也出乎很多共和党人的意料之外，比如说你何必去讲人家没生小孩，你何必去讲人家说是猫女主人，你去扯这个干什么嘞？你就得罪一大堆没有生小孩，而且比如说那个爱猫人士啊，爱猫人士啊，这个人数相当多那人家经过那个辛苦，也不是人家有的人是努力在生小孩啊，结果没有小孩啊。所以他惹怒了很多人，都是不经意的。我认为川普不会讲这种类似神经的话，这样是川普的那个讲话还是有一定的缩小范围。他这个是榴弹炮这样，跟地图炮一样乱打这样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再看啊，目前就是真的有很多民调，那个7个州，甚至我也看到一个民调说贺锦丽翻了4个州这样。所以很难讲啦。那至于他这个过去，因为那个旧金山市长那个时候没有正式离婚呐，他是分居，对，所以人家就说你就是外遇啊，你就是小三啊。那问题是旧金山的人不 care 啊，旧金山是美国最 liberal 的 city 啊，那加州人可能也比较不在乎啊。可是问题是你现在到美国全国，那美国的保守州可多了。川普也不在乎吧？川普自己记录也不好。川普因为大家已经熟知了，而且贺锦丽是女生，那这一种美国还是有蛮多保守派人士的，男女都有。事实上这个议题已经做很久了，而且那个福斯那个用字有一些我们现在都不太适合在台湾媒体用。对，讲的露骨的啦所以。我觉得这场选举会打得蛮 dirty 的啦，所以后面一定会出现非常多你难以想象的照片，而且还出现了 AI 照片、AI 影片，根本就造假了。那未来一定还会有大量出现这样。套一句这个台湾网络上最喜欢讲的话，叫做"我要看到血流成河"。这一次的美国选举到底会选到什么样的境界？为什么讲境界？因为到目前为止，很多剧情都已经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还有超乎我们过往所看到的历史经验。未来还会有什么惊奇发生？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听专家评论。我们说这次的美国大选根本就是惊喜剧啊，因为你从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请教大钟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今天是8月1号过去30几天之内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就8个字：瞬息万变，步步惊心。我觉得是这样子。原点是在6月27号的总统辩论之后，其实当时就算是有一些内部暗潮汹涌，我觉得拜登挺得过去但是当7月13号枪击事件之后，因为它有双重效果，第一方面是凝聚共和党，因为当时川普的临场表现，那再加上他顺势提了这个凡斯，当时凡斯的评价还不错是，然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士气如虹，但同时这个场景让民主党的党高层、一般支持者高度焦虑，所以也对拜登的这个施压到了空前的最高点，所以最后经过拜登的长考才退。
那到现在其实就是1个月所发生的事情。那目前为止当然是。因为凡斯定案之后，就是贺锦丽你要怎么挑副手？但我觉得贺锦丽挑副手还是一个传统的思考，就是如何能够让副手让你能够平衡互补，加到最高分。所以现在大概假设最后有3、4位人选，怎么看起来都对他的选情有一定程度帮助啊。不管是前几天大家所讲的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凯利，做过太空人，奋进号的指挥官，有军事的背景，而且他是所谓的这个边界州边界州，一定程度上对贺锦丽会加分。那要不然就是宾州的州长夏皮若，那宾州是重要的摇摆州，还有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兹。那这3个人，我觉得可能对贺锦丽都有一定程度的帮助。那还有一点重点就是说，目前看起来虽然民调上看起来是民主党往前上升，甚至全国的民调反超。刚刚也提到说，部分摇摆州好像还甚至大幅度的跟过去比是有超前，但是整体的这个选举的动能在3个礼拜之前还在共和党身上。那目前为止，民主党稍有一些胜算跟胜面，应该保守来讲是不像3个礼拜之前那么的悲观。那重点我觉得最后还是在摇摆州，因为根据一份最新的资料，2党包括拜登，包括贺锦丽。98%的广告是下在宾州、密西根、乔治亚、威斯康星跟亚利桑那，这个就是未来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这个重头戏就是在8月19到22的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因为贺锦丽应该是定于一尊，那如何在这个党代表大会里面呈现空前的凝聚力？代表说我们有希望最后达成一致目标，击败川普，就是下一个阶段的重点。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入到美选的新阶段，新的角力的开始。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请江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请江老师帮我们总结。好，这个范斯刚刚出现的时候共和党士气如虹，大家对他的好评都很多。后来被揭疮疤就找出来他过去2021年的时候讲的失言的话，嘲笑了没有生小孩而只养猫的女士们。哇，那这还得了？这在放在任何一个国家这绝对都是大失言。那我看到英国的电视台有访问共和党驻英国代表一位男士，问他说：“你怎么看这个范斯？好像现在你们共和党里面呢对他也不满。”那他当然不能公开说不满了他只说范斯按照我们共和党的标准呢，他不是传统的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 他是一个 populist。是什么？是民粹主义者这当然呢会让一些我们共和党人会有点失望。不过呢，副总统的影响不大。